鄭麗文今天數度哽咽，說兩岸中國人，他是這次去，當然也很多人批評他，是為了兩岸中國人種下和平。那賴清德馬上就說，是什麼和平？提升台灣國防實力才能確保和平。哎，你能夠提升國防實力到什麼地步？我問你嘛。大陸原來的國防經費是我們的17、8倍，現在呢少說也很多倍，7、8倍也有了。雖然我們提升了，但是你怎樣？你要真的打嗎？真的打？你去打他嗎？還是他打你？大概你不會去打他嘛？他打你，戰場在哪裡呢？戰場就在台灣嘛。所以怎麼會有真和平呢？我不是講嗎？伊朗有真和平嗎？烏克蘭有真和平嗎？他們也沒有國防預算嗎？他們也有啊。哦，所以避免戰爭才真正重要，而不是說我備戰了，我準備好了，你來打吧。哦，你在講什麼？你問台灣人民要不要？你問民進黨的支持者要不要？要不然你叫民進黨支持者像伊朗一樣嘛，組織一個他是1400萬人，你組織個300萬人的敢死隊嘛。老共打我就是誓死捍衛台灣，你組織看看你能組織多少人出來？好，那麼菜單，鄭麗文是愛吃的，會吃的，所以呢，看看大家就很關心菜單哦。所以呢，高嘉也關心他的髮型跟服裝，那也有不少人關心他的菜單哦。這個花色盤、4味格碟、雲片羹哦、炒蝦仁、煎牛排、燉河蚌。哦，然後呢，這個什麼紅燒橘黃豬臀吶，哦，然後呢，這豬肉嘛，大概哈，什麼香乾，哦，然後呢，鎮江鍋蓋麵、赤豆小元宵，哦，水果啦，然後呢，紅絲絨冰淇淋，這甜點，所以這是一個菜單啊，啊，看起來不錯啊。那另外呢，這個鄭麗文說，兩岸不會注定一戰，很多人說終須一戰。這裡說為什麼終須一戰呢？為什麼一定要打仗呢？哦，難道不能不打仗嗎？哦，另外呢，說這個菜是釣魚台的招牌菜，哦，所以象徵國賓館規格相待。昨天好像他們吃那個廳就叫做和平廳，所以表示呢兩方面有共識，和平是這次鄭麗文去的主軸哦。家和萬事興啦，和平才重要。那宋濤說絕不容忍中華民族共同家園被分裂破壞啊！那另外呢，這個現在老共那方面比較講中華民族了，就你再怎麼樣，你不能否認你是中華民族嘛，對不對？而且中華民族包含很多漢滿蒙回什麼九族共和嘛，大陸那邊更多族，就是說20幾族，那都是中華民族。在這個民族下面，它是一個這個包含很廣的哈。那另外呢，宋濤接待鄭麗文全程發言沒有提兩岸統一，哎呀，很好啊，替兩岸統一鋪路啊。一句話沒講，我相信他們事先也都已經討論過，什麼事可以提，什麼事不要提啊。那另外呢，國台辦有3個期望：第一個，為兩岸謀和平，為同胞謀福祉，為民族謀復興啊。所以沒有提到統一啊，也沒提到一國兩制啊。那宋濤在虹橋機場接鄭麗文，然後陪他坐高鐵到南京啊，高鐵叫做復興號，所以呢，說兩岸正在變化。台灣以前也有復興號，也有哈。那另外呢，會不會有政習會？因為現在不確定，老共不事先不告訴你了。國台辦說，對於各項行程安排得很妥適哦，你們該見都會見了。哦，盧秀燕表態支持兩岸和平，因為大家一直講說盧秀燕跟這個鄭麗文什麼兩個月亮啊，2個太陽啊哈。那盧秀燕最近他們一直強調，我們跟鄭麗文是姐妹情啊，姐妹情啊哈。對的事情要勇敢去做。其實我告訴各位，大家可能不知道，8年以前盧秀燕第一次選台中市長，我就拜托鄭麗文到台中去輔選盧秀燕。哦，那鄭麗文當時也就大膽的去了，一去就是2、3個月，幫盧秀燕去選舉。哦，所以他們其實是有革命感情的，有選舉感情的啊。那另外呢，這個陸委會說呢，這個鄭麗文訪中是屬於家事啊。我們的陸委會就說，你把兩岸內政化，什麼家？誰跟你一家？哦，而且呢，說鄭麗文不要配合中共政治演出，不要變成統戰分化的工具。哦，那另外呢，這個陸委會說，鄭麗文要向習近平要3個要求：第一個呢，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第二個呢，台灣未來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第三個呢，停止軍機軍艦擾台。哦，這是台灣主流民意。哦，那另外呢，鄭麗文的訪陸行
也是賴清德的照妖鏡啊。有人評論說他去，你去不了，你這邊天天講風涼話。阿扁至少還打個電話給連戰，祝他這一行順利成功。你還每天在那邊講風涼話，看一下。在國台辦主任宋濤陪同下，鄭麗文滿臉笑意，訪團一行人浩浩蕩蕩要搭乘高鐵復興號，從上海到南京。復興號上的專屬車廂，陸方拿出水果小點進行款待。鄭麗文跟宋濤面對面合作。據了解，宋濤、鄭麗文及李乾龍、蕭旭岑、張榮恭等人都坐在第一車廂，訪團其他成員則在第二車廂。台辦人員第三，隨行的維安在第四、第五車廂才開放給一般民眾。抵達南京後，車隊更是比照當年馬英九訪陸時，直接開上月台。而另一頭中山陵，陸方為迎接鄭麗文，7號一早，國台辦副主任潘賢掌已率隊場勘，沿途動線戒備森嚴。堅持9·2共識，反對台獨，是2005年國共兩黨確立的共同政治基礎，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反之，台海就會緊張動盪。鄭主席和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是親歷者。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9·2共識，擔當外人的棋子，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釁。而鄭麗文將兩岸比作天平，兩岸不會像國際社會所擔心的，注定將有一戰。再次的證明9·2共識反對台獨這個政治基礎仍舊歷久彌新。此次我們的來訪，將讓兩岸關係的天平進一步的朝和平穩定的方向邁去。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他抵達大陸的第一個行程，就是在南京的東郊國賓館，跟國台辦主任宋濤共進晚宴，還有包括中聯部等官員也出席晚宴，席開3桌。在和平廳，鄭麗文、宋濤齊喊堅持9·2共識，反對台獨，訪陸行首日到南京，見證兩岸歷史連結意義。我想，其實從剛剛上一段高嘉瑜委員他的評論，其實就可以發現，這一次民進黨真的是非常非常難的見縫插針，很難抹紅抹黑。因為像剛剛高嘉瑜委員說國民黨的人啊，在這個孫中山陵都講同一套，我就很好奇啊，難道在中山陵前面你不講孫中山的歷史，你要講這個鄭成功的歷史嗎？這不是很詭異的一件事情嗎？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民進黨不論怎麼抹紅怎麼抹黑，其實早在鄭麗文主席出訪之前就已經定調了這一次的這個旅程就是以和平為主軸，所以他很早就已經說過了嘛，就是9·2共識，然後反對台獨。所以在儘管才只有短短1天，還有1天半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程，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其實鄭麗文主席跟這個大陸方其實都是有一個默契，都是有共識的，而且我認為是滿滿的善意。包含鄭麗文主席，他其實也提到了中華嘛，而且也提到滿滿包含就是有提到中華等等，還有民國啊、民國創立等等這樣的一個詞句、這樣語句加入。那包含剛剛宋濤也有提到9·2共識，所以我認為雙方的幕僚呢，在這一次的行程上不只是看重，而且非常非常的謹慎，都是希望這一次的行程可以帶來和平。那鄭麗文主席他更希望呢，這一次的行程可以讓台灣的民意、讓大陸、讓大家看見。大家指的是什麼大家呢？當然不只是大陸而已，包含的像是民進黨那一些還在說風涼話的人，這一些人看見台灣的人就是希望和平。那和平有很多方式，所以像賴清德講說這個和平就是只能靠提升國防的武力來作為和平的唯一的一個方式。我覺得講這種話的領導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夠格，而且完全的不負責任。當領導人都知道和平絕對有很多的方式，不是只有你的國防而已，還有包含你的政治，還有包含你的溝通，還有包含你的民生等等，這都是可以創建你的這個國力，你的這個能不能造就和平的一個方式，種種的因素哦。所以絕對不是只有因為可以提升國防，然後我們就有和平。所以賴清德現在講這一些，還有包含這個梁文傑副主委講這什麼偷偷這個遮遮掩掩的講中華，我覺得這種他
他們會講出這種話，都只是因為西版社的為了反而已。所以我想跟民進黨說的是，你們可以反中，你們可以抗中，但是絕對不能反和平，不能对抗和平，而且這也絕對不會是2300萬台灣人所希望看到的。最後，剛剛其實大家都有提到說，這個很遺憾，民進黨現在還只會抗中，完完全全忽視這個我們的民生問題。我就只講一個數字就好了，我們的這個台灣的石化工業產值是1.74兆，然後它的附加的價值率是9.7%，GDP 影響是1700億元，然後它帶動就業人口是35萬人。這麼龐大的一個產值，說實在的，但凡民進黨他有多一點點心思，在這個中東戰爭的前期發現有可能荷姆斯海峽會影響到我們台灣整體的民生，現在就不會有塑膠袋之亂，現在就不會有這麼嚴重的一個漲價問題。但很可惜哦，民進黨的執政對他們來說真的很容易，因為只需要有2點就好了。第一點就是抗中，第二點呢就是什麼錯都是藍白的錯，民進黨就可以好好執政下去。和平和平當然要，我們看蔣介石好了，當時日本人這樣打中國他最後他怎麼講？他在這個五權大會的時候說：“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就是說，一個領導人哪有天天要戰爭、備戰，都要說我要和平，還要和平，我窮盡所有辦法、所有力量，希望和平。真的沒有辦法，才只好戰爭而不是天天好像一副就是非打不可。那這個真的打台灣承受了這個打嗎？你國防預算1兆，你3兆都是國防預算，你去打看，你這打得贏嗎？休息一下就回來。郑麗文去訪大陸，國安局長蔡明彥說，中共現在對我們核戰加壓，一方面講和，一方面講戰。所以呢，要分化台灣社會，弱化台美合作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就說：“哎呦，你別扯這些東西了，你什麼國安，你把你的共諜好好管好吧。你到底有多少共諜還在民進黨裡面？有多少共諜還在行政院裡面？有多少共諜還在民進黨政府裡面你把這些管好吧。”那另外呢，這個因為民進黨有一個議員提名叫朱正奇，涉共諜案被起訴，所以民進黨台北市黨部趕快把他開閘，趕快把他除名了。不是丟臉丟死了，每天講人家，你們變成匪諜窩，這個好幾個了，變成一個匪諜窩。那另外呢，這個王世堅子弟兵遞補了所以呢，這個朱正奇被撤銷提名了那另外呢，我們看國安局說，這個朱正奇是有違法相關的事證，而且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證據確鑿的意思。那張仁就說了，涉國安立場殺無赦，只要出共諜就殺無赦。問題是你幹嘛出那麼多共諜呢？民進黨以前天天講說國民黨要小心，國民黨現在在野黨，他出個共諜幹嘛？你自己想想看，共諜要竊取有用的機密，當然要向有權力的人嘛，道理就這麼簡單嘛，所以你更要防範吶那另外呢，這個民進黨共諜連環燒，所以卓榮泰怎麼樣災後重建？你不要天天去抹紅藍營嘛，那你自己怎麼辦？怎麼把裡面的共諜能夠清黨，把它清出來？我們看一下。鄭麗文的訪陸行，國安局點名中共是要製造和平紅利，搞分化。那第一個是分化台灣的內部社會，來提升所謂親中路線的這種聲量，那也可以來進一步的來所謂阻擋然後對美軍購案的一個推動。那第二個分化是在分化台美的一個合作。中共的對台策略主要還是核戰加壓的一個手法。蔡明彥說，中共不止分化台灣，也分化台美關係。人在美國訪問的前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為也直言，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What I can be sure is President Xi won't make any concession on the sovereignty issues.Which is crucial for President Xi, and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 possibility of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不過，國民黨不服氣。鄭麗文
主席也有講嘛，就希望各方都可以用对話把僵局解開，去降低衝突，這個才是各方所樂見的。我們希望這一趟的出訪行程可以好好的理性的對話，把這個升高的情勢降低下來，好好的做兩岸的風險控管。我想這樣子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它也是有一定的幫助的。不認政習會是國安危機，畢竟對國民黨來說，民進黨政府從府會到黨屢屢傳出共諜案，才是國安破口。尤其上周才剛有時任立委何志偉助理朱正奇的竊取機密案。事實上，相關的共諜案，各位看到的幾乎都是由我們國安情報單位來發動的了哦。那在查處之後，只要有違法的一些相關的事證的話，我們就細檢移送到司法單位來做進一步的一個偵辦。但府院黨被滲透是事實。這案。我覺得呢，蔡明彥講這番話就非常好笑。他說什麼這個核戰兩手策略啊，逼我日籍。我覺得這番話好像是不知道活在哪個年代。中共的核戰兩手策略從來沒有停過，好嗎？你們是不曉得，所以才會被這麼多的這個共諜給滲透嗎？然後呢，還有看到那個我們過去還覺得他可能是學者的那個陸委會的主委哦，他說遮遮掩掩的提中華民國，但我就覺得這句話很好笑啊，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啊，話都你在講，人家就提了，然後你要說遮遮掩掩，那遮遮掩掩是提了還是沒提呢？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不要這樣搞雙標。那莊瑞雄委員說的也更好笑，他說兩岸的未來不是共產黨或國民黨決定，沒錯啊。絕對不會是單一政黨決定，但也不會是民進黨單一政黨可以決定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不是民進黨說了算。特別是我們過去看到這麼多的共諜，都是從這個民進黨裡頭長出來的。那我就想要問一下這個國安會哦，這個國安局長蔡局長哦，像這個國安會的秘書長吳釗燮，他在擔任這個外交部長的時候，他的親信何仁傑哦，去竊取了這些重要的機密，然後呢傳到中國去，結果導致台灣有一大堆的這個邦交國都斷了，請問一下，你們現在有查嗎？查到哪裡去？那另外像這個朱正奇哦，朱正奇呢其實是綠道出枝啊。我想這個我們在台北市已經看過他，不知道出來選了幾屆了。綠道出枝難道是他的保護色嗎？所以你看到一大堆這樣子的狀況，很清楚的是看到在民進黨裡頭，不管是府院黨裡頭，扎扎實實就是出了這麼多共諜。那吳思瑤呢，也不要一直在那邊說那種什麼我們其實是受害者啊，哦，這個跟中共呢就是要來滲透我們，那我們都很可憐，你們很可憐，大家同情你，那誰來同情中華民國這些被竊取的國家機密？所以，既然身為執政黨就有 guts 一點，就做執政黨該做的事，不是整天在那邊唱衰。你今天派一個這個陸委會的主委出來唱衰，派一個蔡明彥出來唱衰，能夠改變任何的現狀嗎？其實兩岸不外乎就是兩個途徑，一個叫做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否則就會戰爭。另外一個是改變現狀，改變現狀必然會迎來戰爭。那改變現狀也有兩個路徑，一個是統一，一個是獨立。所以今天民進黨政府，你要獨立嗎？如果你們要獨立，你要不要朝向維持和平的這條路來走？如果你也不要這樣走，那要全台灣人跟你一樣作繭自縛，在這邊坐以待斃嗎？所以我覺得，在既有的基礎之下，往上增加善意跟這個所謂的理解，這本來就是應該做的，不能夠所有的人把這邊綁在一起，然後等着傳承下去吧。如果民進黨想要執政，只是想要讓台灣這個沉下去，然後呢，假裝他們是這個在抗中，在保台，結果實質上在做的是親中，然後呢，這個媚共的事情，那才會讓全台灣人看不起。再說一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不是民進黨的台灣。嘉宇，民進黨這些匪諜那麼一大堆，這排除不了嗎？為什麼會這麼多呢？其實共諜問題藍綠白都有。你說過去這個國民黨也有出現這個立委助理，他也是個涉及到共諜案。那民進黨當然現在也有被傳出哦。那當然你說共諜，當然他潛伏在敵人的陣營裡面，這個是民眾黨就許純盈嘛，許純盈跟國台辦的起訴書。第一個，許純盈的案件還在偵辦當中，他才剛剛開庭，而且他否認，他還沒有定罪哦。第二個呢，他其實是我們外部組織的一些這個親我們的成員，但你要說他已經被定罪，他是共諜，那這件事情许春英跟國台办之間的這個訊息的往來，包括黃珊珊也在裡面也有涉及到說他可以直接跟國台辦聯絡，關於未來民眾黨不分區立委的推選，這些都是直接有聯絡的。這個跟助理的層級又是完全不一樣。如果說民眾黨的高層是直接跟國台辦聯絡到不分區立委，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會覺得更值得去研究的。甚
所以我覺得都是共諜被滲透这件事情，一定要趕快处理。就是共諜滲透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組織性的一個風險。如果說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推給在野黨的話，那你們就下來。這不是推給在野黨，而是藍綠白都要共同面對。我剛剛講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是一個系統性有組織的一個滲透，是藍綠白都有出現這樣的問題。而在民眾黨裡面，如果徐春英過去曾經要被推為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可以指派下一任李珍秀或者是黃珊珊都可以直接跟國台辦聯絡關於這個國台辦的代理人、中共的代理人可以直接進入民眾黨，這才是大家更擔心的。那你說這個立委助理的問題，那當然這個東西完全參黨或者是今天要身為一個要競選民意代表，中共如果用資源、用資金就可以去滲透、去影響助理，其實這是大家所這個助理用8萬塊就被收買了。我真的個人覺得說這個東西有點扯太遠，我真的覺得嘉瑜你這個真的有點扯太遠了，大家只是在思考。就拿一個已經確定的，好嗎？就國安局已經確定的這個朱姓的，我真的覺得話，如果遇到會出資用2萬塊錢就可以賣掉他自己一向堅貞的所謂的抗中保台，你不會覺得太廉價嗎？然後我們這個國安局長，拜託國安局長一天到晚講怎麼分化，你對得起你國安局這樣的一個角色嗎？你如果說有任何的分化，有任何的統戰，有任何的涉嫌，你就抓起來啊！你沒有啊，你完全用政治性的語言，我覺得我最不能夠接受是民進黨從頭到尾都會告訴大家說，國民黨就是因為要跟中共如何，所以他要擋軍費。拜託你話不要講一半好不好？擋軍購就是因為你不給軍人加薪，我們要嚴格的監督。你永遠就是把跟習近平見面、跟黨軍購連接在一起，就像嘉瑜剛剛一樣，一件事情出來你就馬上提李珍秀，就討這個部分，藍綠白都有，這是大家要去正視的問題。所以大家應該要是炮口對外，而不是互相譴責。我們只是告訴大家說，有這樣的問題在台灣發生，大家都應該要面對，而不是撇清責任。就是好，現在國安已經變成是一個，就是拿來政治鬥爭的武器嘛。2024年大選的那個時候，我們那時候到處抓了一堆人，用反滲透法抓了一堆人。那我在那邊跟各位報告，我跟法務部調的資料，超過80%的案子已經不起訴或無罪，不是代表另外2成起訴或有罪，是還沒有處理完，是還在審理中。所以目前為止已經有80%的案子不起訴或無罪或簽結掉。那你知道那一段時間多少國人風聲鶴唳去旅遊回來，然後被你當作對一堆里長嘛，被你遊覽車整批帶走，然後去那邊跟你問筆錄，問到也不能回家。有多少人害怕這個一輩子沒有進那個衙門裡面，就我被你抓那邊搞一整天，隔天早上才能回家？你知道有多少這樣的狀況嗎？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你為了2024的那個大選，你拿反滲透法來搞自己的無辜的人民，我們認為不應該的是在這個點。然後我也很痛恨一種叫做自己養着共諜，然後罵別人共諜的人。我也痛恨共諜啊，但是你不能自己養着共諜，然後你把每個不聽你的話的人都罵共諜嘛。4大公投的時候，那個時候民進黨反核，你那個時候只要認為核能應該要用的，全部都中共同路人。那今天賴清德突然說要重啟核電了，那說賴清德講這句話有問題，也變中共同路人。所以同一件事情，是不是中共同路人的標準就一個？就是你跟不跟民進黨走而已嘛。那所以這就是一個假議題，就是一個騙人的東西。那我今天覺得這就算了，政治語言、政治口水就算了。但是千不該萬不該的，就是拿反滲透法、拿國安這個名詞來做政治鬥爭，然後來讓大量的人民當時被搞了，大家噤聲嚇得半死，不敢講公道話。然後現在大量的不起訴跟處分，然後簽結，那你怎麼對得起我們的國人？你怎麼樣把我們的司法跟國安體系的信用給玩爛了？這個是執政黨該檢討。我想這是一句公道話，這是數字，冷冰冰的數字就在那裡。我們要看的是這個點。剛剛吳委員提的，的確勾起我的回憶。對啊，2024我剛好也是副總統候選人嘛，在宣傳車上，很多人就跟我講說，本來里長要出來，來歡迎的。對啊，里長因為前天被約談，現在不敢出來，不敢去了，嚇死了，搞成這樣子啊，搞成這樣子。那剛剛嘉瑜講的也沒錯哈。藍綠白其實都有，這也是啊。當然白現在還沒有確定，因為他剛開始嘛。老共，我如果是老共，我也一定想辦法要各個黨都要滲透了。但是執政黨一定他最想滲透的。那重點是說，既然都有，而且現在抓到的民進黨又特別多，民進黨就不要老是講白跟藍是什麼中共同路人啊，什麼被中共統戰嘛。因
因為你不要講，大家也就算了，因为是老共，我是老共，我也努力想要在各党都要去渗透，但你天天去指別人，對不對？你一個指頭指別人，面上4個指頭指自己啊。聖經上有一句話，就是你只看到別人眼中的刺，沒有看到自己眼裡面的梁木。那木頭那麼粗，你都看不到自己眼睛有一個，你只看到你那麼有個刺，有個刺，有個刺。意思就是說，你光去講別人，那自己有沒有檢討呢？所以我在臉書也講，那民進黨要不要清黨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共產黨把他趕出去嘛？那否則你每天講，每天抓到共點你最多，然後你還天天講這個藍白在野黨是受中共影響，那不是很諷刺嗎？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藍白國民黨、民眾黨啊，這個選縣市長，黃國昌也講了，這會有一組人馬，不會藍白各推人出來分散選票，所以這樣共推。那嘉義市先推出了張啟凱，藍白張啟凱是白的嘛，民眾黨啊，所以民眾黨秘書長也去了哈。那他的民調3家民調，張啟凱勝出啊。那所以呢，到底嘉義市適不適合用於新北？還有宜蘭，那黃國昌說，我們既然簽了協議，就會說到做到，絕對不會有2組人馬出來哦。那另外呢，將來新北就是黃國昌、李四川嘛，哦，那這個禮拜要討論民調的方式，因為要怎麼民調呢？要不要含手機呢？民調樣本要做多少呢？什麼時候做呢？週末要做多少呢？平日要做多少？這是關鍵問題。懂民調都知道，這都是關鍵問題。好，那說呢，要趕快滿足支持者的期待，不要再拖了，因為蘇巧慧都已經出來很久了。對，哦，那到底怎樣？哦，所以呢，這個禮拜要討論方式到底怎麼樣，大家都要同意才可以啊。哦，那另外呢，還有這個宜蘭哦，宜蘭現在就陳琬惠說希望能夠複製嘉義市的模式。那吳宗憲委員說，宜蘭能做得更好，因為有前面的經驗，會一次做得比一次好。我們看一下，國民黨跟民眾黨完成首次共同推薦縣市首長參選人，在嘉義市由張啟凱代表兩黨對決民進黨參選人王美惠，而另外2個藍白合示範區新北跟宜蘭，國民黨組發會主委李哲華就透露，本周就會跟雙邊參選人討論民調方式。未來在新北市也好，在宜蘭縣也好，對台灣民眾黨而言，我們既然簽署了政黨合作協議，我們就會說到做到。張啟凱能夠順利出現，國民黨立委們的助攻功不可沒，連藍營黨團都鼓勵藍委幫忙站台，黨中央也點頭同意。國民黨甚至有母雞共用條款，開放新北、宜蘭、嘉義市可替民眾黨參選人輔選，但各地選情結構不同。李四川征戰新北，盼接棒侯友宜繼續讓藍營執政。藍委們肯在此刻替黃國昌站台嗎？有些地方是屬於所謂藍白的示範區等等的，那開放黨籍的委員去幫忙站台。那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下的話，我們可能有空，然後有候選有需要的話，我們盡量能夠幫忙都盡量幫忙。要比照張啟凱模式，得先有黨中央的同意才行。委員是宜蘭怎樣？宜蘭當然目前是這樣，就是我蠻尊重琬惠他的想法嘛。那琬惠因為他之前他有公開的對外說，他希望4月再來處理，那所以我是蠻尊重他。那這段時間但我跟他是一直保持蠻密切的合作啊。那當然另外一個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藍白合作這個不是我們私下私相授受，它是一個政黨跟政黨之間的合作再的整合，所以我們也是完全尊重黨主席他們的想法。好，那我說其實。但我們也要另外一個思考的點，就是因為我們的對手民進黨，他是一個非常在專注而且非常厲害在選舉上面的一個政黨。那民進黨會用盡一切的方式來取得勝選，所以當然了，地方上的一些俄語啦、分化，譬如說想辦法分化我跟那個張勝德，包括議長之前的議長，他希望說藍營這邊分化，或是分化藍白。一堆俄語都在那邊傳，其實有時候我在想，為什麼你們不多花一點心思在怎麼樣好好的執政上面？每天花的心思都在想用什麼樣的分裂的方式可以去分裂在野陣營。好，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現在面對的民進黨其實是滿手現金嘛，我想這個全國沒有人會否認這個結論吶，哈。那所以在野
合作其實都不容易打贏這場仗，更何況是分裂。所以其實在野並沒有分裂的本錢啦，我們還是要好好靜下心來談合作。那如果我們單就宜蘭這個選情來說好了，就我們的對手，比如我們對手，他也是對外都說是一個素人嘛，一張白紙，但是你如果到宜蘭去，你就會發現各看板都是他的看板，都是在重要的地方，而且每個看板都超級的大。然後有線電視啊，或者是路邊的電子看板，滿滿的都是。那我當然就是說，就我剛回過頭來講了，我說當然这個目前民進黨滿手現金，他執政這幾年來讓自己變成一個非常有錢的政黨嘛，這個當然對我們來說沒什麼好抱怨。既然是戰場，就是戰到底哦，我不會去抱怨說為什麼對手的武器這麼精良，但是我們就說他跟我一樣都是政治素人，但是確實。它有一個源源不絕的資源吶，那這也反映出原來我們這個社會讓一個政黨從20幾年前街頭的一個政黨，然後到今天突然變成富可敵國的政黨，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蠻值得玩味的哦，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我不會就說直接扣一個帽子說啊，你就是怎麼樣違法怎麼，我不會去扣這個帽子，但至少在理財上面真的是超乎常人的厲害了哈。那所以在宜蘭上面，其實大家去看就知道，其實真的是大街小巷滿滿的宣傳哦。那這個不管我或不管晚會將來如果代表出來出戰的時候，在面對我們的競爭對手，其實都是一場不好打的仗。那但是我還是堅持一個點，就是什麼叫做民主？民主是少數服从多數，民主所得來的選舉還是要在意是選賢與能，而不是永遠在玩骯髒、抹黑、造謠的那個模式在選舉。但我現在看到幾乎我們台灣這些大街小巷幾乎都玩這一套嘛，要麼扣你帽子，要麼造謠，要麼講一些亂七八糟。我剛剛還跟我們的那個智恩姐說，你有沒有被抹黑？她說早就，我就說那是高雄的日常，好吧？這也是我們現在每天面對的日常。那但是你既然自稱說宜蘭是民主聖地，那你為什麼要走到那種抹黑潑髒水的那種玩法？那這個是真的是大家能接受的嗎？還是我們就是用力的推出政見來讓選民能夠支持我們？我想我跟晚會堅持打一場乾淨的選戰。因為抹黑啊，反正搞這些這個分化啦，成本最低，代價最小。但是我也希望台灣的社會慢慢讓它是無效的。但它无效的話，你成本再低也是無效嘛。哦，大家反而看不起這樣的候選人。來，志涵。我覺得長期以來台灣的選舉都已經越來越淪向負面的選舉，就像剛剛宗憲委員說的。那我們希望在2026年真的透過在野的合作，能夠來一場君子之爭，然後團結合作，推出最好的人選。那也希望選風不要再這麼樣的敗壞。所以其實我覺得昨天在嘉義的這一場，我覺得翁碩良醫師他其實也看得出來他非常有君子的風度，他也坐在旁邊。那這個哲華還是主委對不對？他也來到現場。那我們是秘書長修哥，他也到現場來。那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雖然說在這個初選的過程當中有勝有敗，但是大家心平氣和，因為未來呢還有一個更強大的對手，也就是夾着強大的這個源源不絕的行政資源的民進黨哦。那不可諱言的，像是這個王委員，他其實在這個嘉義生根很久，而且呢，行政院還有呢整個地方所有的資源集結起來，其實對於在野黨來說是一場非常艱辛的選戰。那至於提到其他的部分，我們現在既然第一個縣市已經整合成功，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宗憲委員也非常優秀，那我們的晚會姐呢，她其實也深耕地方，所以既然大家同意用一個比較公平的方式，以君子之爭的方式來推動整個的未來的這個共同的選舉，那未來有可能有聯合執政的這個一個方向或契機，我覺得這些東西我們都是樂觀其成。那另外呢，其實國昌主席他也多次的強調，就是願賭服輸，因為其實在這個嘉義一役之前，很多人也都不看好民眾黨說我們可不可以勝出，因為畢竟我們黨的資源蠻小的。但是在這一次呢，其實不管是我們的黨公職，或者是我們的參選人，或者是我們的很多的代表，都集中到嘉義來幫這個欽開委員來聲援。那我們的創黨主席柯文哲前主席，他也再三的，他以自己這個披上這個總幹事的這個戰袍哦，好幾次親臨現場。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國民黨
跟民眾黨，我們發揮1+1大於2的力量，在2026年好好的打一場漂亮的勝仗，不要再讓這個選舉永遠只有負面的攻擊，永遠只有相互的抹黑。我覺得這件事情足以作為未來的一個典範。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那麼藍白合現在除了嘉義啊，還有宜蘭，對不對？還有新北啊，大家都蠻關切的哈。那嘉義當然是拔得頭籌了哈。來，這個嘉義怎麼看？当然，我覺得藍白合現在看起來在嘉義是一個成功的典範，但是有沒有辦法再擴展到其他縣市？目前看起來是很難。光是講宜蘭好了，吳宗憲坐在這裡嘛，那他本身很優秀之外，陳琬惠當然地方實力也很強。可是因為陳琬惠之前跟林姿妙的一些地方上的恩怨，大家也都有聽說。那包括議長張勝德能不能支持成功整合，這些都是國民黨自己內部跟民眾黨的問題。那至於民進黨這邊所推出的林國章律師，大家也都知道他在地方上風評也非常的好。那我們也期望以這個吳宗憲委員的這個過去檢察官的歷任等等，是一場君子之爭。那他剛剛也說，希望是一場乾淨的選舉。那我們也期待在宜蘭能夠重新有像陳定南老縣長這樣子，重新恢復宜蘭的光榮，或者是宜蘭人的驕傲。我們也都很喜歡宜蘭，所以希望宜蘭有好的人選，無論是林國章或者是國民黨未来所推出的，不管是吳宗憲委員，我相信都是對地方來講很好的選擇。大家都可以期待。那你說其他縣市，包括彰化，也是大家現在認為說國民黨一個很大的問題哦，因為畢竟光是謝依鳳到底要不要選？現在傳出國民黨要徵召其他人，謝依鳳好像自己也不同意要當副秘書長甚至他自己還是很有意願的情況之下，國民黨自己都瞧不定了。那對民進黨來講，當然陳樹月也非常的優秀，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進黨這一次2026所推出來的各縣市的候選人都是希望是年輕化，然後學經歷各方面都非常優秀的人選來跟國民黨一較高下。那我覺得這對民進黨來講就是一個執政黨該有的一個氣度跟格調。那至於藍白合到底是真的合還是假的合，黃國昌最後新北市長會不會跑到彰化去選？甚至有人在傳出說要叫黃國昌去彰化等等。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國民黨跟民眾黨自己在自己去考量了。對我們來講，就是把自己做好最重要了。宜蘭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哦。國民黨也當過縣長，民進黨也當過縣長，對不對？沒有最有名就是陳定南嘛，對。但現在是林姿妙嘛，對。所以他都有都有。那你怎麼看？到底這個地方現在氣氛怎樣？我當然覺得就是在宜蘭來說，很多人說宜蘭是綠大於藍嘛，很多人這樣想。但是其實，在看待之前我跟張勝德議長我們兩個在初選的那個階段，還有包括現在其實前2個禮拜吧，就是那個貴公司有做一份民調，其實我現在跟那個林國章是在誤差範圍內。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代表的是，其實宜蘭人他對於政黨的這個看法應該是沒有那麼重了，大概就回歸來我們看每個人所推出來的政策吧。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那當然，因為我的個性以及我在立法院一路以來，我的堅持就是這樣，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不跟你玩那種下三濫、骯髒的招數。我個性一直是這樣。那我相信這也是宜蘭人能夠喜歡、能夠接受的一個個性啊。因為畢竟早期大家說宜蘭是民主聖地，為什麼是民主聖地？就是因為它有改變。願意接受改變的那個想法，所以早期國民黨以前早期執政，那後來宜蘭人他接受民進黨的，以前民黨創黨的時候那個對這塊土地的熱愛以及那個創黨的精神，民黨接受，所以叫做民主聖地。那一樣這段時間走到今天這個狀況下，其實我們常講一個點，就是民進黨在剛成立的那個創黨精神，如果你還堅持的話，我也會非常熱愛這個政黨。但是可惜是現在有很多其實都已經走偏了，都已經不是過去那個青年行政愛鄉土，甚至民進黨的他的黨綱裡面，他的那個行動綱領那個地方，他也有提到說他需要求司法獨立等等。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人民對於司法越來越不信任，那以及我們現在很多東西並沒有像你當初告訴我們的，比如說你要解決居住爭議的問題，結果你帶來給我們的是房子越來越貴，結果我們少子化世界第1名，像這些問題。你並沒有像當初你的那個對於這塊土地的那個理想帶給我們那個樣子啊。那當你一直喊說你愛台灣，東龍愛台灣，然後台灣雄用，但是你的愛台灣到底是什麼？我現在看不到。
在我心中的愛台灣就一個定義而已，就是留下最好的一塊土地給下一代，那個才是愛台灣。那現在政府的做法是想要留下最好的那一塊土地給下一代嗎？還是只想跟中國大陸來開戰？好，所以我相信宜蘭人會接受改變，會接受我現在的個性的這個想法再出來。我們從民調上面就看出來，宜蘭人真的也想要改變。我相信民進黨根本不敢跟大陸開戰，但是用這個來訴求，因為台灣人這個害怕嘛，恐共拒戰嘛，所以就是來講，哦，要投資我，否則要投票給我，否則他就打我們。用這個，但你真的他要去開戰嗎？他真的敢開戰嗎？我覺得2026年的這地方選舉哦，大家還是 focus 在所謂的民生議題，你如何提出社福的政策，提出教育文化，還有你的基礎建設，我覺得才是。可是就誠如剛剛宗憲所提到的，檢察官對律師，我覺得我們這位檢察官絕對優秀，但是金馬的是 cam 子彈，這個資源差別太大。我自己這邊選舉，民進黨在高雄市執政了27年。這個他們所累積的盤根錯節的，包括他們整個派系之間、彼此之間，但他們每次都挑說，高雄無論如何是我們民進黨的灘頭堡，你一定要把它守下來。守下來這個動詞，你就表示他們認為這個就是他的囊中物，別人不能夠進來。與其要讓高雄守下來，你有沒有思考過如何讓我們的人可以留下來？我覺得這留下來比守下來的更重要吧。所以我們現在只能透過這個方式來不斷的做一些訴求。但是我跟你講啦，政策我恭喜在你選舉哈，沒啥人怎樣啦。現在每次民間裡面，我去到一個大林埔那邊，哦，你那是柯真哦，哎，人搞我講，嘿，今年的高雄市長可能是查某的哦。這句話鄉野之間絕對比你政策的更有效，就是透過這種不同的這些話語裡面來，那是民間告訴我的。但是我只能說，目前來說藍白合這件事情是未來的一定要的趨勢，但是我還是有深深的覺得，像以李四川跟黃國昌兩個都是非常優秀的，像以國昌他在立法院的表現。他所提出來的，不管在這個弊案等等之類的，他是不是很 qualified？ 新北市絕對是。可是現在我們國民黨推出了一個李四川，那李四川在這個工程的背景上面，包括是過去當着所有人的這個副市長當中，都能夠讓這個所謂的市長真的是完全無後顧之憂。兩個很優秀的人過來，然後你叫我們這些人同樣都是過去的同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為難的。所以我覺得嘉義是一個典範，但嘉義的部分會不會應用到新北？新北400萬人口，這對國民黨來說是重中之重。那我們面對這麼優秀的黃國昌，我說實在的，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是陷入深深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的這個狀況當中。這個目前為止還需要靠黨中央共同來解決。還是回到台北了，嘉義哦，你顯然不是民進黨的核心了。你說昨天就是沈伯洋了，結果人家昨天就延了，你都不知道，對不對？來，你們歡迎沈伯洋來嗎？我當然聽說還是會沈伯洋。我當然唯一支持啊。不是啦，哦，那是誰呢？他不知道。可是其實我在前幾天，應該說在上個禮拜的時候，我的消息也是聽說就是沈伯洋了，而且這個消息是從總統府那邊傳出來的，所以當時候的確我也覺得有可能就是沈伯洋。好，不管怎麼樣，現在有可能因為沈伯洋太過優秀了，所以民進黨的人，包含像雞排妹，覺得不可以讓他去犧牲。這個理由到底是有沒有什麼樣的變化？是啊，所以我覺得雞排妹這樣的一個講法，代表他看不起台北嘛？不只是看不起台北，他也很看不起民進黨。他第一覺得沈伯洋這個人不值得去台北啊，因為這個台北不值得讓沈伯洋這麼好的人去。第二個，他也很看不起民進黨的支持者耶，覺得我台北一定會輸。好，不管怎麼樣，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這兩天可能沈伯洋有變化？我先說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啦，我但是唯一支持沈伯洋啊。為什麼呢？因為沈伯洋他是這個民進黨不分區的第一名，哎，這個通常哦，不分區第一名代表他一定有指標性嘛，代表他一定夠優秀嘛，代表他一定什麼都能占嘛。這麼優秀的人怎麼不能當這個台北市長的候選人呢？但我覺得回過頭又很奇怪了，這麼優秀的人，以民進黨的個性來說的話，一定就是徵召啊。但是徵召一個人，一個沈伯洋，對於民進黨似乎來說非常非常的困難，所以就代表嘛，沈伯洋可能真的不是他們第一個選項了嘛。那不管是不是沈伯洋，我只想要說了，民進黨為什麼現在在台北哦，還有這個桃園等等的地方都推不出一個
好看的人選，一個可以跟我們國民黨打的人選呢？問題都在於他們真的太過關心藍白合，太過關心國民黨的任何選區了。像剛剛這個嘉瑜委員，一下關心我們彰化，然後一下又關心宜蘭，一下又關心新北市等等的。我想說，我們在座的各位想要藍白合，應該都不會太過擔心嘛。不管是志涵不擔心這個，我們在座2位優秀的候選人，包含周大哥，應該都不會擔心，應該是只有嘉瑜才會擔心。為什麼呢？因為除了這個我們這個齊凱哥有一個非常好的典範之外，包含新北還有包含宜蘭，我認為都不是問題。過去大家擔心初選是擔心有紛爭，可是嘉義已經讓你看到了不會有紛爭。那這包含這個黃國昌主席，他此前也講過，他不會硬幹到底嘛。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合作是讓大家看到在野黨可以有合作。